上期我们讲解了石勒从奴隶成长为皇帝的过程，那么后赵是如何统一北方的？石勒去世后，唐执石虎是如何当上皇帝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前赵灭亡及后赵统一北方。319年11月，石勒自称赵王，建立了后赵政权。之后，东晋的司马睿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率军收复中原。他多次打败后赵的军队，使黄河以南的百姓尽归东晋朝廷。石勒便与祖逖修好，允许两地的百姓相互通商，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好景不长，321年，祖逖病逝，石勒便派兵开始南侵。由于接替祖逖的祖约抵抗不住，只能退守寿春，豫州便归属于后赵。之后，石勒继续派兵征讨徐州和兖州，东晋的将领们无法抵抗，只能向南撤退，当地很多的物主们便投降了后赵。323年，石勒派遣自己的堂侄石虎，率军攻打割据青州的曹仪，坑杀其部众3万多人，青州也归属于后赵。324年，石勒派遣石他，率军攻打上郡，依附于前赵的北羌王彭巨楚，俘虏其部族3000余部，牛羊2万多头。刘耀得知后大怒，当日便率军追击石他，双方在黄河边展开激战，结果后赵军战败，被斩首了1500多人，5000多人掉入黄河淹死，主将石他战死。328年，石虎率军攻打蒲坂，刘耀亲率精锐赶来救援，结果石虎战败，刘耀趁胜追击，攻打镇守洛阳的石生以及吉郡和河内郡，使后赵举国震惊。石勒不顾群臣反对，亲自率军救援洛阳。大军到达成皋时，遇到了前赵的大军，然而他发现刘耀竟然不设守军，于是石勒便亲兵前行，渡过了黄河。刘耀得知后，连忙将大军撤退到洛阳的城西列阵，石勒则让石虎和石堪以及石聪3路夹击刘耀，最终前赵军大败，皇帝刘耀也被俘虏了。留守长安的太子刘熙得知父皇刘耀被劫后大惊，立即放弃长安，逃往了上邽。石勒便派遣石虎前往关中，收拾前赵的残余势力。329年8月，前赵的王公大臣们被石虎捕杀，刘耀也被石勒在襄国杀害。至此，前赵彻底灭亡，关陇之地尽归后赵。堤王符洪和羌人首领姚义仲得知后，也闻风来降，归顺了后赵。这里插个题外话，符洪的儿子苻建后来建立了前秦政权，姚义仲的儿子姚常则建立了后秦政权，具体过程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至此，除了张实建立的前凉、拓跋鲜卑建立的代以及慕容鲜卑控制的辽西之外，后赵政权几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那么前凉是如何建立的呢？301年，张轨被任命为凉州刺史，负责征讨鲜卑族的叛乱。314年，张轨病逝，他的儿子张实继任了凉州刺史。317年，司马睿在建业称帝，东晋建立，但张实没有使用东晋的年号，脱离了东晋朝廷的管控，自称凉王，他所建立的政权便被称之为前凉。330年2月，石勒自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并设立百官。9月，正式称帝，太子石弘被立为皇太子。第2年4月，他迁都邺城，并开始营建邺城新宫。这时，属下的大臣们觉得太子石弘爱好文章，对儒士亲近，而石勒的堂侄石虎却战功显赫，而且掌握重兵，恐怕到时候石弘无法驾驭石虎，便劝说石勒强化太子的权力，并削弱石虎。石勒便听从了他们的劝谏，让太子审批奏表，只有征伐杀人之事才需要交给石勒裁决，并且削弱了石虎的势力，这让石虎非常的不满。333年，石勒的病情加重，他让太子石弘和中山王石虎以及中常侍严震前来觐见。石虎得知后便使用矫诏，不允许石弘和严震在内的所有大臣觐见石勒，导致没有人知道石勒的病情。7月，石勒颁布遗命说，朕死3天之后下葬，葬后百官就可脱掉丧服，墓里不要陪葬金银财宝。另外，石弘年幼，大臣们各司其职，不要违背朕的命令。石弘与石斌应该和善相处，谨记司马氏的借鉴。至于石虎，应该学习周公和霍光，不要成为将来的口实。
21日，石勒在西阁逝世，享年60岁。当天，石虎便劫持着太子石弘，来到了殿前，让自己的儿子10岁带兵入宫，文武官员纷纷逃散。石弘大为恐惧，准备将皇位让给石虎，但石虎不肯接受。石弘流泪痛哭，执意辞让。石虎怒斥道：“如果你不能承担大任，天下人自会按理行事，哪能事先谈论呢？”于是石弘只能胆战心惊地继位，任命石虎为丞相，总领朝政。石虎的儿子和幕僚们则全都被任命为朝廷要职。然后石虎将石勒生前的宫女和车马以及珍贵衣物等全都送入了自己的府邸。10月，镇守关中的石生自称秦州刺史，派遣使者向东晋请降，准备与镇守洛阳的石朗共同起兵征伐石虎。氐族统帅符洪则自称雍州刺史，向西归顺了张俊。石虎便让太子10岁留守襄国，亲自率领7万大军前去攻打洛阳的石朗。最终石朗战败被俘，被砍掉双脚之后斩首。随后他继续率军前往长安，任命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石生则让郭权率领2万鲜卑士卒前去迎战，将大军屯驻于蒲坂。随后双方在潼关展开激战，石挺战败后被杀，石虎只能退往渑池。然而就在这时，鲜卑族的将士们却与石虎勾结，反过来攻打石生。石生大惊，立即放弃长安，藏匿于鸡头山，被部下斩杀后投降了石虎。接着石虎派遣将领麻鸠率军讨伐符洪，符洪自知不敌，率领部族2万户投降了石虎。石虎拜其为护堤校尉，让其居住在方头，即今天河南省浚县，任命姚一仲为西羌大都督，率领数万部众迁居到社头，即今天河北省枣强县东南。至此，叛乱被彻底平息。石虎返回襄国之后，建造了魏台，完全仿效曹操抚汉的旧例。皇帝石弘深感不安，携带着印玺前往魏宫，再次请求禅位给石虎，但石虎依然不肯接受。石弘只能流着泪返回了皇宫。大臣们也劝谏石虎接受禅让，可石虎却说石弘就是个愚昧昏暗的皇帝，应该立即将他废除，何来禅让之说呢？11月，石虎自称摄赵天王，废除了石弘之后将其杀害。335年正月，石虎让太子10岁决断奏事，处理朝政，他自己则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要求各族人等均可信奉佛教，佛教便在后赵得以昌盛。不久之后，后赵境内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斤金子只能购买2斗粟米，百姓饿殍遍野。但石虎依然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各种徭役非常繁重。之后，石虎依照商周的制度，自称大赵天王，太子10岁被封为天王皇太子。10岁素来骁勇，备受石虎的宠爱，但他骄淫残忍，经常以打猎为名，夜宿于官员的家中，奸淫官员的妻妾。他还喜欢将美丽的姬妾打扮漂亮，然后斩下首级，盛放在盘子之中，与宾客们互相传览，而姬妾们的身体则烹煮之后共同品尝。尼姑当中若有姿色者，他便与其交合，然后杀害之后与牛羊肉一起煮着吃掉。与此同时，他的父亲石虎也由于沉溺于酒色，喜怒无常。10岁有事禀报时，石虎便不满地说道：“这种小事也值得禀报吗？”如果10岁有事没有禀报，他就怒斥10岁为何不报，并且多次鞭打和杖击，让10岁非常的不满。既然这样，10岁干脆不理政事，称病在家，然后秘密带领文武百官500多人前往李严的别宅，纵情享乐，而且还与李严等人密谋诛杀皇帝石虎。石虎得知10岁生病的消息后，本想亲自前去探视，但被他信任的高僧佛图澄给劝阻了。石虎高声说道：“我是天下人的君主，难道连父子都不能互相信任吗？”说完，他就派遣亲信的女尚书前去查看，结果却被10岁给斩杀了。石虎得知后大怒，立即将10岁幽禁在东宫，不准出入。但是不久之后，他还是赦免了10岁，并在太武东堂召见他。结果10岁朝见时，不但不谢罪，见了面转身就走。石虎勃然大怒，立即将其废为庶人。当夜，他便将10岁和妃子张氏以及妻儿老小26人全部诛杀，
并将他们装进一口棺材之中埋葬。10岁的亲信党羽200多人也全被诛杀。之后改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那么石虎的结局如何？他为何连杀2个儿子，甚至连小孙子都不肯放过？我们下期继续讲述。